如何？还是没有太子的下落吗？雨太大了，殿下带兵剿匪，怕是凶多吉少。不会的，陛下病重，已经下旨召他回京了，他马上就可以回京了。这个节骨眼怎么可能？姐姐，你遇刺身受重伤，昏迷那么久，这个时候万万要保重自己的身子才是。太子接人自有天下，一定会平安回到这里接你的。动作快点，千万不要节外生枝。放心，今日之事，只要他死了，就是死无对证。谁？阿生，姐姐，时辰到了，是时候该送你上路了。阿生，你到底想要做什么？你居然想要杀我！你以为我在你身边装乖卖惨为的是什么？你知道我等这一天等了多久吗？所以，我之前遇刺，是你和秦家在背后搞鬼。姐姐，你的觉悟来得太晚了。你就算与被贬冀州的太子结为夫妻又如何？就算是秦家流落在外的真千金又如何？阿爹阿娘说了，哪怕没有血缘关系，他们心中最看重的还是我。今日你死了，我就会成为太子妃。你享受不了的福气，只能让我帮你了。我与殿下患难情深，你敢杀我，殿下他不会放过你的。只要殿下还需要秦家的银钱助他，哪怕最后知道了真相又如何？秦瑶，你本就不该回来，这戏剧一样的命运本就该将错就错。我打听了，匪徒余孽今日就会在这破庙落脚，你横死，只会是他们向太子复仇的一个意外，一个完美的意外，是吗？果然是个完美的意外，毕竟谁都知道太子妃秦瑶是个不会武功的病秧子。妹妹，你黄泉路上走慢些，我人好，将来送你和秦家满门地府团聚。哼。殿下，对不起，是我没有保护好你。你放心，秦生后面的事情我会处理好的。你是秦家真正的女儿，我却半点没有把你放在心里。既然秦家对你而言唯余下失望，那我没必要再容下他们。殿下忘了，我不是秦瑶，是周云。想是殿下九死一生剿匪归来，又差点再次失去，情急之下忘了。没关系，咱们是朋友呢，我大方点，可以假装一刻钟的秦瑶，借你抱抱。师姑，一时失态了。我叫周云，盛京第一武将世家周府灵女。1年前，兄长被奸小陷害，战死疆场，周家却被小人诬陷，背负冤屈罪名，满门流放。我死在了流放途中。再次睁眼，我成了太子妃秦瑶，一个与太子许衡患难情深的商户女。我知道你不习惯这个身份，商路是你以前的心腹衙，我托人寻回了他，有他相伴，你总归自在一些。多谢殿下。小姐，太子殿下把奴婢重新带回到您身边时，奴婢无论如何都不敢相信。天哪，世上居然真的有借尸还魂这样的奇事！看来是老天爷也不忍我周家满门封国，蒙受此屈辱。有朝一日，我必定能为兄长报仇昭雪。可是，小姐，万一太子怀疑你，迁怒你占了太子妃的身体，他是唯一一个坚定认为我兄长蒙冤，多次请求重新调查兄长死因才被降罪的人。太子殿下将来必定是明君，难怪小姐信他。他答应我会与我一起调查兄长的冤案，而我答应了他，若有朝一日能找到让他妻子神魂回归的办法，绝对不会多留一刻钟。我会扫清成为太子妃的一切障碍，坐稳这个位置，夺回属于秦瑶的一切，将来完璧归赵，都还给他的妻子，真正的秦瑶。没想到这具身体如此娇弱。歇会儿吧，阿瑶也不会武功，你既然只是扮作她，
不必如此苛求自己。不行，我答应过你好好保护这具身体的主人，便不会让它置身于危险之中。还是和小时候一样倔。周家满门中就有战死京城，就剩下16岁的儿子扛起帅旗。你说这还有这么个不足6岁的女孩子留守圣经，门庭昭陵，可悲可叹。太子殿下留步。周姑娘，可是还有需要姑帮忙的地方。周云多谢太子殿下，为家父保留了最后的体面与尊严。使不得！你在圣经，如果遇到什么麻烦，尽管来找我。周云虽为女人，但也知礼。太子大恩大德，周云此生定当铭记在心。他日殿下若有需要，周云愿跟老徒弟誓死追随。小孩子家家的，别把生啊死啊常挂在嘴上。答应我，我要替你父兄安乐的过这一生。好。恒儿见过姨母，回来就好。恒儿，你父皇的病愈发严重，这个节骨眼你就别触怒他了，不然若是你的太子之位保不住，你叫姨母去了地底下，如何面对你的母亲？姨母，是恒儿让您担忧了。我听说你把太子妃也带回来了，别怪我没提醒你，陛下他有意为你另择一位身份门第更高的太子妃。姨母，我已经有太子妃了，哪有停妻另娶的道理？你别忘了，当初赐婚的是秦家的秦生，可秦家知你落难，不忍秦生受委屈，才让秦瑶顶替随嫁去冀州陪你吃苦。虽然她是真正的秦家小姐，但是自幼流落在外，没有经过正规的世家教养熏陶，根本上不得台面。阿瑶既然是我的妻子，更是陪我共患难3年的人，我便不会辜负她。那周云呢？她对你而言算什么？小姐，秦家派来的人邀您过府，怕是来者不善。想来今日太子派人送去了秦生的尸体，真是有意思。他们不敢质问太子真实情况，就想来拿捏我这个软柿子。小姐，那您应邀吗？为何不去？我说过会帮秦瑶夺回属于她的一切。走吧，好久没回圣经了，给他们一点脱胎换骨的震撼。生儿，我可怜的生儿啊！娘就不该答应你爹，让你去那危险的冀州迎你姐姐回来。你走了，叫娘怎么活？没想到秦家夫妇把那个报错的冒牌货看得如此重要。哎，你说也不怕寒了亲生女儿的心？爹娘哭够了吗？说是不够，女儿也谅解，可以成全你们，让你们以后守着秦生的墓地哭的。你秦瑶，你这是什么话？你别忘了，他是为了去冀州把你这个姐姐接回来才出的事。爹爹，这是哪儿的话？太子示弱，你们不忍秦生去冀州吃苦，让我李代逃家。如今怎么又因此怨怪我呢？你在生儿灵前提这些做什么？你说，生儿的死到底和你有没有关系？母亲，你是我的母亲，你怎么能觉得秦生的死跟我有关系呢？是啊，这秦家也太离谱。太子妃简直是弱小无助又可怜啊！明明是我故意把他推到山匪的刀口上的呀，我还怕他死得不够透彻，在他脖子上划了一刀。你说什么？父亲母亲，如果不是阿生牺牲自己，女儿根本等不到太子赶来搭救。你胡说！阿生怎么可能牺牲自己保护你？怎么，爹娘不信阿生与我姐妹情深，那为何刚刚言之凿凿让我以命护他？其实我本也是不信的，可是阿生说他救我是自愿的，因为他觉得占了我身份20余年，对我太愧疚了，因此为了报答这份情谊，他甘愿为我去死的。爹爹，阿生临死前还鼓励我问你一句话，你想听吗？什么话？秦生鼓励我问你一句，父亲，自8岁那年你知道我是你亲生女儿后，把我接回了秦家，这12年你下朝到回家的那条路走了4386次，这条路上你给秦生攀折过他喜爱的杏花，给长兄带过袭人腰腹的上好新茶，可你有过一时半刻的瞬间想过自小流落在外的女儿秦瑶喜欢什么吗？
答不出来吗？也没关系。阿生说了，父母亏欠我的，他用这条命替我还了。阿生还说了，父亲母亲划在他名下的钱庄田产，自他去后都归我。放肆，简直是一派胡言！秦瑶，你以为我会相信你的一面之词吗？这绝对不是阿生能说的话。来人，把他给我抓起来！我倒是要看看谁敢对孤太子飞。你们太子殿下这是何意？没什么，就是在刺杀阿瑶的刺客中查出了一些与秦升有关的东西。秦大人，你说说，我是该相信秦升意图刺杀太子妃为好，还是相信秦升护解秦深，为报恩救义，交出自己名下所有家产给太子妃为好？好啊，原来你们早有预谋害死我的生儿，我要为我的生儿报仇！不是。哎呀，真是可惜，母亲内心愧疚，送我老二了。你怎么样？来人，立刻宣太医！你秦大人，不同的选择意味着不同的后果，想好再回答。对不起啊，让秦瑶的身体受伤了，我下次会注意的。不过事情都圆满解决了，你可安心。为何自作主张？我说过，秦升的事我会解决。我知道你的解决方式不过是捅出秦家刺杀的真相，可是你不懂，大义灭亲固然爽快，可将来他要与你并肩，就不能有任何争议在身。你就为了这些？不然呢？我知道的，身体是阿瑶，但你也会疼。我不是责怪你，若是阿瑶性子像你这般强硬，怕谁不会被秦家欺负成这样？怕柔弱，有我护她。同样，你虽坚韧，但我也可以护你。太子能为我兄长伸冤，我做这些就是应该的。知道了，固执的性子，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改。这手帕是顾自己绣的，反正已经习惯你的手时常受伤了，你就留着自用吧。你，堂太子还会绣手帕？第一次绣的也不是很好，你凑合用吧，以后有机会给你绣更好的。周瑜，你清醒一点，怎么可以贪恋一个男人对另一个女人的深情与温柔呢？与你有关系吗？人家做这一切，那都是因为对自己的妻子情深，你敢动个什么劲儿？占了人家身体已经够抱歉的，难道还对人家的男人有妄念？父皇，您这是何意？儿臣已经有阿瑶这个太子妃，哪有另择新妃的道理？当年朕圣旨赐婚的是秦升，秦瑶既然是替嫁，那这桩婚事便不作数。阿恒，谢贵妃家有个侄女叫谢流光，是京城第一才女，一言一行都堪称贵女典范，她与你更为相配。请恕儿臣不能接旨。父皇，替嫁是真，孩儿与发妻共患难的情谊假不了。你在跟朕谈情谊？那当初的周云算什么？既然你们父子争执不下，那哀家就来说两句，让他们一起来哀家这儿学学做太子妃的规矩。1个月后比试比试，谁若是赢了，谁就是太子妃。母后说的在理，你若是答应皇太后的提议，朕就给你一个给周家翻案的机会。我已经有了些眉目，周家的冤案或许与谢家有关，可是这个关头，父皇却提出这样的条件，更以彻查当年的冤案为筹码相威胁。你说什么？陛下终于松了口，给您机会调查我兄长的案子？是这样，可是条件……求殿下应允吧。你了解我，我不会输的，我会替你守护好秦瑶的位置，谁也夺不走。但这个沉冤的机会，我真的不能错过。咱们正好也一探谢家根底。耷拉着脸做什么？殿下难道不信我？不是不信，只是……爸，这世上我可以不信任何人赢，但你周云绝对不会输。放心，我会暗中调查你兄长的事。没想到再次回来是以这样的方式。殿下，您真的相信他能赢吗？或许兵法武功他是强项，可是闺女间的规矩礼仪、亲切说话，他行吗？这世上没人比他更知道怎么做好一个合格的太子妃。太子继为储君，太子妃就是未来的一国之母，一言一行、一举一动皆为宗父天下女子表率。2位都是太子妃人选，这1个月
太后不仅要考察你们的德言容功、规矩礼仪，在琴棋书画、诗词歌赋上，你们也应该有自己所专长处。二位明白了吗？多谢嬷嬷指点。天啊，就1个月，那个秦氏怎么和谢家女比啊？人家姑姑是贵妃，自小受宫廷教养，自己又擅长诗书，有才女之名，秦氏啊肯定会输。谁说不是呢？不过说起来，要论最适合太子妃的人选，谢家姑娘也不过是矮子一拔高个。想当年，那位太皇太后带在身边调教的。嘘，不要命了，那位你也敢提？这绣的都是些什么？秦姑娘，去外面跪着，今日晚课不结束，不许起来。妾身已经尽力了，奈何天资愚笨，母嬷莫要气恼，妾身这就去跪着。哼，你笑什么？你以为赢了这样的蠢货就稳操胜券了？难道不是吗？这样的对手，我若是上了心，才是自掉身价。你懂什么？你的对手从来不是他，而是太后心中那个完美的候选人。只有赢过他，你才能真正得到太后的认可。谁？当年的准太子妃，周家嫡女周云。居然是他！你自诩才华横溢，殊不知他8岁就能做回文体诗章玄机图，更用120套织法将其置于锦缎之上。他不但诗书刺绣登峰造极，更是将各路武功融汇于琴律，可用乐声破阵杀敌，那才叫灌溉满京华。他才是你真正的对手。全后宫的人都知道，这天下没有任何人能比得过他曾经想要做好一个合格太子妃的决心。什么？那为何他最终没能当成太子妃？不是十拿九稳吗？怎么把自己搞得如此狼狈？让敌人轻敌，制胜的机会就多一层。可你的机会曾经是100%。都过去了，我如今已经没把握，更要谨慎。不说了，我现在饿得慌。走吧，老地方，我请你吃烧鹅。这么多年，殿下的手艺怕是生疏了吧？来尝尝我做的烧鹅，味道怎么样？我都想好了，等你成了我的媳妇儿，我就在太子府给你划一个练武场，什么都不会变，你依旧可以做你喜欢的事。你考虑清楚了吗？想好了，我要去帮哥哥。汉云，你可知道，选择做一个将军，你就永远不能成为太子妃了。你从6岁开始就做好了所有的努力，想与和儿并肩，以他妻子的名义与他相伴一生。难道说放弃就要放弃吗？对，我还是会与他并肩，只可惜不再会是以夫妻的身份，因为他对我而言很重要。可周家的传承，哥哥的性命也同样重要。卸下红装，披上戎装，我依旧会守护他的江山，哪怕再也不可能以妻子的名义站在他的身旁，可青史上离他不远的位置，一定有我的名字。又回到了这样的日子，没想到短短几年，却已经恍如隔世。还说呢，有些人小的时候学规矩忘了吃饭，每次都是我深更半夜去御膳房帮你做烧鹅，然后就在这个位置等你吃完。我记得那年我最终选择做了一个将军，我走时送你的那件披风还在吗？早就忘了丢在哪里了。也对，都不重要了。有酒吗？陪我喝2杯。你呀，真不识好歹。你送我那方手帕绣得那么丑，可我送你的那件披风，6岁到16岁，我绣了10年，上面的黑芒是储君的象征。我用了120套针法，大抵我这一生只绣这么一件。我此生大概是没有运气，可以夫妻之名伴你君临天下。我以为那只黑芒可以带我守护你。我真傻，你未来会有深爱的妻子给你绣，哪里轮得到我操心？我又有什么资格去贪念你对别人的深情？毕竟是我先放弃你的呀。若是与谢家脱不了干系，那他们必定会留下蛛丝马迹。
你们说奇怪不奇怪？3年前咱们大小姐生了一次重病后，家主就不让靠近大小姐的院子。主人的事情咱们还是少去打听吧，老爷的药还是赶紧送去要紧。3年，刚好是兄长出事之后，他们口中的大小姐是谢流光，难道这一切有什么干系？是我拿到了关键的东西，咱们离开这里。你不是喝醉了吗？就知道你灌醉我不安好心，这样危险的事情休想私自行动，下不为例。小心！来人！来人！宣大夫！如何？可是中了什么暗器？是中了羌国的神经奇毒，毒的解药能配出来，但是什么？听好了，我不许你让他有事。殿下，只是这解药副作用是，醒过来后他会失去3天的记忆，这3日在他的脑子里是一片空白，他只会记得，并且天然的相信他第一眼看见的那个人。那天在谢家搜到的陷阱，之前还没破解出那些杂乱的语句所暗含的意思，偏偏他如今有。不过谢家怎么会有羌国的气度？难道那年构陷谢家通敌的事，是贼喊捉贼的栽赃？你醒了，我忽然想到了一个关键。夫君，你叫我什么？夫君，我没叫错啊，我们不是夫妻吗？秦瑶？什么秦瑶？阿恒，我是周云啊。看来解药副作用发生了变化，他的记忆错了。他以为自己已经嫁给你，成为了太子妃。或许是当年选择上战场当将军后，周家经历的事情太过沉重惨烈，所以他的记忆选择了曾经他放弃的另一种生活也是他潜意识里曾经最大的遗憾与向往。遗憾吗？有些遗憾，对他而言早就已经错过了一生。不过是3日的时间，殿下就当做件好事，装装吧，就装3天，当全了小姐生前的遗憾。您别忘了，于他而言，肉身已经凋零，他早已经带着这份遗憾离世。启禀太后，这是杜嬷嬷呈上来的1个月来2位姑娘的功课，还请太后过目。太后您瞧，谢家闺女不愧是京中闺秀典范，这刺绣就算敌不过当年的，也还是出挑的。那小丫头可惜了。太后，这幅，您瞧瞧这幅。哀家记得当年她有个小习惯，宫中绣匠都爱用平针收尾，只有她收尾处喜爱用锡针。娘娘看落脚，这是那位秦氏的功课。去给哀家查，哀家要知道秦氏在冀州3年的一切起居习惯变化。启禀太后，秦氏昨夜里感染了风寒，太子前来告假，说要带他出宫调养几日。你去告诉太子，3日后的宫宴就是太子妃一锤定音之时，若是期限到了，他不够资格，哀家可不会留情面。夫君，为何想到要带我出游啊？因为在我能兑现时，我想把所有的快乐都给你。卷了边雨，燕子小憩，化作明月楼。听那触陌上曲调，又遇是你的船。来了，那就在这里吧。阿和，今夜此时，咱们就要告别了。我会等你的，阿元。我尊重你的决定，但是太子妃的位置我会为你留着。这件披风我绣了10日，我喜欢过一个人，她是风姿清冷的少女，弯腰擦去我满身的狼狈与泥泞。可是许和，你要做的是一个开明帝王，我要做的是一个将军，我承担不了作为你妻子的责任。等我走后，你要娶一个很好的姑娘，安乐地过完这一生。阿和，今夜露色浓，你坐明堂上，莫要沾了风雪。阿元，明日长门外，任谁来刀山火海，是说
怎么办？我该拿你怎么办？你真的明白怎么回事了吗？知道啊，太后娘娘让我和谢家小姐比试嘛，谁赢了谁做太子妃。阿恒，你相信我，我会赢的。等我们新婚的时候，我一定送你一件全天下独一无二的礼物。是，我怎么可能不相信你？我怎么可以怀疑你想一生一世和我在一起的决心？傻瓜，那你乖乖的等我。小姐，大夫说解药的后遗症是3天，你怎么才1天就清醒了？我这就去告诉殿下。不必，我会亲自告诉他的，但不是现在。雪娥，当我认下一次，就最后。天啦！哎，我们只知道谢家小姐师出一绝，没想到她的杀手锏是秦呐。要我说啊，这秦姨已到登峰造极之境地，秦氏都不敢出现了。不过她一个没见过世面的商户女子，还从小乡野长大，输了也不冤枉。哼哼，孩子，秦氏还不出现，是已经认输了吗？母后，朕看这太子妃的人选显然已经没有疑问了。不好了，不好了！陛下，谢家造反了，禁军已经被谢家控制，朝这边杀过来了。说什么？来人，把谢流光拿下！好，我劝你们还是别白费力气了。羌国二皇子，别来无恙了。谢家将你这么个一国皇子藏在京中，当初构陷周家通敌，其实真正通敌的是谢家吧？让你来参选姑的太子妃，委屈你了。哟，发现了，可惜晚了点。我倒是要看看今日这江山，你们许家还能不能守得住？怎么回事？这不可能！看来谢家比你棋差一招啊！这场比试的主场根本就不在这殿上。这是周家的阵法，那个小小的商户之女怎么会的？没想到有生之年，居然还能看见第2个能用出此招的奇女子。慢慢揭开第6感坏血口无限，以为这是一次第6感坏血口无限。人我儿独自面对这些，回来了，是朕冤枉了忠良，是朕对不起周家呀。秦瑶是忠烈选中的，当之无愧的太子妃，也是他选择的未来陪伴恒儿走下去的人。陛下，哀家如此定论，您可还有疑虑？母后说的是朕老眼昏花，看不清人性。朕老了，这江山早就该交给恒儿。就不害怕畏惧明天，才永远站立在前学会习惯。这一剑是报我周家的仇，输了彻彻底底。原来真的是你回来，原来我一生都输给你。来人！对不起，我骗了你，我提前1天清醒，破解了他们的秘密，却自私的多叫了你1天夫君，就为什么？为什么说的这么冰凉？太医，来人，传太医！嘘，就我们2个人，我想和你说说话。放心，我会有事的。我有事的，我有事的，求求你，周云，别再抛下我一次。你忘了，我答应过你的，我会帮助秦瑶扫清一切障碍，守稳你妻子的位置。如今，他有平乱之功在身，谁也没有资格去质疑他的位置。阿宇，我要怎么办？到底要我怎么办，你才能不离开？我爱的是谁？我应该爱谁才不是错？阿宇，你教教我，我好痛苦，你教教我。其实被流放的那一年，我曾见陶回来过1次，但是你因为给我周家求情，请陛下给周家昭雪，被贬去了冀州，因此你错过了与你母亲的最后1年。可是我到了你母亲的宫室，
看到了他留给你的遗书，他唯一的遗愿是要你对你的妻子好，不管是什么原因娶的她。那时候你因我周家降罪被迫娶了秦瑶，想必皇后娘娘一定很担心那个傻女孩，步了她的后尘。那时候你在母亲的宫室哭坐一夜，秦瑶那个傻姑娘将你轻柔地拥在怀里，我咬着手指，不敢让牙齿战栗的声音惊扰你。看见了你们一夜风雪白头，看见了，却也只敢忍心看一眼。对不起，对不起，是我食言了，对不起。可我其实想的是，幸好还有人给你无穷的温暖与慰藉。周月，别说了，我们不说了好不好？不是还没找到秦瑶回来的办法吗？我们再做长久一点的夫妻好不好？我带你去喝早茶，战事过，你还有好多未曾完成的心愿，我都陪你去完成好不好？其实能得这几日朝夕，已经是借了我来世的福分。徐和，我是你人生中最真挚的过客，最后也不会给你留下半分困扰的。徐和，你别哭了，我把秦瑶还给你了，把你的妻子还给你了。小孩子家家的，别把生啊死的常挂在嘴上。答应你要替你父兄安乐的过完这一生，可好？答应我，和秦瑶一起安乐的过完这一生，可好？我叫秦瑶，一个被报错、偷换人身的商户千金。18岁年，我被父母偷梁换柱，代替他们宠爱的假千金坐上花轿，远赴冀州，嫁给失势的太子。我能感受到他不爱我，可是没关系，他能为我提供一个遮风挡雨的家，便足够了。直到那一年，夫君和我遇刺，我替他挡了刀剑，重伤昏迷了好久。再次睁眼醒来，外面居然已经翻天覆地。我的夫君成为了万人之上的帝王，而我是他的皇后。他为一个人举办了盛大的国丧，我听人说那是他曾经钟爱的女子。其实我能感觉到，昏迷的那段时间，有一个人住在我身体里。可我想的是，多可怜啊，那个女子多可怜。她为我这样占了本属于她位置的胆小鬼，夺回了所有的光环荣耀，却又在最后一个人消散在天地间。我这一生所求不多，但到最后拥有的却是太多人艳羡的一生。往后余生，我会和许恒一起怀念那个姑娘，我也会怀念曾经在我身上停留过的那一个温柔、勇敢、坚毅、谦卑的灵魂。